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，如何在杀完人之后实现完美犯罪，做到完美精湛的作案手法。那这个数学老师的手法绝对是段位中的王者，整个杀人布局做到了完美极致。就算查到了凶手是谁，警方也无法定夺此案。影片开始计时高能。一天晚上，女孩刚回到家，看到脚下的一双男人鞋子，女孩顿时知道了情况不妙，来的人正是自己的禽兽父亲。面对这个不断纠缠的前夫，女人也只能用钞票来打发走。不过前夫拿了钱不但不走，还威胁她要将女儿送去夜店赚钱。没一会，母女受到了无休止的骚扰，对着女儿大打出手。名叫食神的男人听到隔壁家发出了粗暴声，打断了男人正在工作的思绪。母亲赶忙及时制止。事情发生的结果却出乎预料，禽兽被女人狠狠地勒住了脖子，女儿也接着按住了她的手，母女两人将她合力反杀。挣扎几分钟之后，男人便没有了呼吸。就在这时，隔壁的食神听着一清二楚，然而门铃这时响了起来。男人问发生了什么事。それで娘と二人で大騒ぎしちゃって。殺したんですか？ゴキブリ。はい。女人关上门之后，但是感觉门外的邻居似乎还没走开。她靠近门眼一看，花岡さん、ゴキブリじゃないんでしょ。他知道事情瞒不住，镜子小姐就让他进了房间。随着被子被掀开之后，男人发现了尸体。这时女人想打电话说要报警，不过食神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看见脖子跟手上的勒痕，起码需要2个人才能完成这场谋杀。如果俩人报警自首的话，他们母女俩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这样他们就毁掉了大好前程。看到母女俩如此情深，食神动了同情之心，他将这场谋杀进行一个完美布局。男人表示现在需要做一个不在场证明。这晚，一个天才即将和正义的法律进行对抗。到了第二天，就在河边的草丛发现一具男性尸体。警方发现被害者的脸已经被砸烂，手上的指纹也已经被破坏。不过警方通过调查附近的失踪人口，根据毛发的 SUV 比对，很快锁定了被害者的身份正是禽兽。而悬疑最大的人，目前只有他的前妻花冈镜子。晚上警察过来敲门，找到镜子小姐。警察笑里藏刀地问她9月2号的晚上她人在哪里。镜子小姐说当时带着女儿去了电影院。这种谎言很显然站不住脚，不过警官也察觉到了端倪。就在9月2号是工作日，却偏偏当天选择了休假，很显然有什么事瞒着警官。让警官没想到的是，镜子小姐居然拿出了当时的电影票，加上店里的工作人员也都可以证明母女俩来过。这样看来，她似乎没有充足的作案时间。警官刚好离开时，遇到了住在隔壁的食神先生。这时警官顺便询问他是否见过这个人。女警一直纠缠着问，案发当时有没有听到隔壁有什么动静。食神先生还是一口咬定什么都没听到，这让整个案件陷入了僵局。刚刚假装进屋的他偷偷跑下了楼，然后用公用电话打给了镜子。刚刚向警官回答的问题都是按照食神的指示去回答。像这种天才注定都是孤独的，他每次上下班都会经过流浪汉街道，随后去了镜子小姐店里买早餐。他的工作都是给学生们讲解数学难题，但是台下却没有一个人认真听。也许天才一生都是孤独的。当天晚上，镜子小姐对他发出拷问，为何要帮他们？食神并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，随后他想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理由。あなたの店で弁当を買えなくなると、僕は困りますから。本当に。他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失望，如果自己能拯救另一个人，他的生活或许才有了意义。而汤川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位物理教授，他似乎也是一个物理天才，曾多次利用物理知识帮助警方侦破了许多案件。可这时汤川对破案不太感兴趣。不过他听到警方说嫌疑人的邻居叫食神先生之后，他瞬间惊讶地充满了兴趣。汤川说这个食神就是个天才，他很少用天才形容一个人。汤川回忆起在校时期，他偶然间遇到了一个人，发现这个人很认真地在纸上拆解着图形和公式。他说这道题早在10几年前不是已经解开了吗？而他说当时这个解释并不完善。他发现在这个学校里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谈得来的人。过了10几年之后，他再次见到了这位挚友。就在当晚，食神正要回去时，他似乎感觉到了危机来临，一个熟悉又感到陌生的人站在他家门口。原来这个人是他以前的校友汤川。虽然时隔多年，两人并没有感到陌生，还能依旧谈笑风生。这时汤川带了一份资料，他说这道题困惑了自己，一直解不开的难题，便请教一下食神帮忙解开。
看得出他还是依旧对数学非常痴迷。为了解开难题，一夜未眠。到了凌晨，食神发现他已经睡着，就从柜子里拿出被子，而那根作案的绳子就藏在柜子里。汤川第二天醒来后，他的挚友食神已经解开了谜题。这道题表面是在表述几何，其实是表述着函数问题，只不过其中产生了问题盲点而已。汤川知道他依旧这么厉害，就在这时他提出了重点问题。殺人事件の容疑者なんで。食神说每天只是去他的店里买点便当而已，只有那时候才会碰面。一路下来，食神丝毫没有露出任何破绽。然而两人经过这里面对玻璃对视时，说出了这摊奇怪的话。いやいつまでも若々しいな。羨ましいよ。没想到一句感叹，却让汤川抓到了疑点。下午放学时，汤川坐在附近等着他，说要一起去他说过的便当店。就在两人到店时，他却发现镜子小姐正在跟一个男人有说有笑。汤川这时特意看向了食神，脸上露出了五味杂陈的表情。其实镜子小姐一直没有意识到，食神一直偷偷暗恋着她。这天下雨的晚上，食神看见镜子小姐从别人的车下来。从那天开始，他一直监视着镜子的行踪，发现这个老男人一直在追求着镜子。之后，镜子约会的这个老男人收到了恐吓信，疯狂的占有欲让那个男人离镜子远一点，这让镜子感到无比崩溃。原来食神是这么卑鄙的人，好不容易摆脱前任，现在又被食神给纠缠上。汤川调查时，他看见食神的作息表里发现了端倪，一个工作都是全勤的人，却在9月2号和3号请了2天假。他却说自己当时只是感冒，但警察肯定是不相信的。汤川想起上次食神说过的话，例えば幾何の問題のように見えて、実は関数の問題だとか。他根据这点把整件事给串联了起来。案发地留下来的自行车其实是偷来的，凶手偷这辆自行车目的是为了让车主去报警。接着凶手把被害人的指纹进行销毁，唯独把指纹留在了自行车上，这就说明杀人犯故意让警方查到凶手是谁。汤川虽然知道了凶手是他，但相对正义而言，而挚友对汤川来说更为重要。食神准备了作案工具，这时两人相约了周末去爬山。随后两人进了一个小木屋，食神也不掩饰太多，他说昨天已经有警察找过自己，其实你早就怀疑我了吧？汤川只是说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。食神建议他可以向警方说出自己的推理。汤川沉默了一会，这时汤川落寞对着食神说：“君が友達だからだ。”食神听到后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表现微微一笑。到了第二天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食神居然自己投案自首了。他全部承认所有事情全部是自己做的，也表示自己是个变态，一直迷恋着隔壁女人的美色，所以才跟踪进行偷拍，也在他们家安装了窃听器。那天他听到女人的前夫对他进行骚扰，所以才将那个男人给杀害。而警方也在他的家查询到了证据。其实那天遇到汤川之后，就知道这个案件最终是瞒不住的，所以他不得不及时改变计划。知道食神自首的消息后，他才明白真相，原来食神所布局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像杀人犯。镜子得知食神自首的消息之后也无比震惊，女儿也躲在房间里偷偷哭泣。警察问他食神有没有对他进行骚扰过，他拿出了盒子里的照片和一封信，这让警方更确实了食神就是真凶。这一晚他睡得无比的舒畅。第二天，汤川找到了镜子小姐，并向她说出了食神这场杀人骗局。汤川表示，你9月2号确实去看了电影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为什么警察只调查9月2号的事情，因为9月1号晚上就杀死了前夫，为了包庇母女俩，他才想要布局这一切。这时他找到了旅馆的钥匙跟身份证。9月2号早上，他花2块钱找了一名流浪汉，让他去住定下的旅馆，为了让他在旅馆内留下指纹跟毛发。到了晚上，他骗流浪汉到了河边，用绳子把流浪汉给勒死，又用石头砸坏他的脸，再接着把流浪汉的手指进行燃烧，还把带有指纹的车留在案发现场，然后把他的衣服扒光扔到了草丛上。为了让警方误以为是前夫，故意让他们尽快确认流浪汉尸体就是前夫。警方错以为把死亡时间锁定了9月2号当天，食神9月2号到3号请了2天假，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处理前夫的尸体。即便汤川推理得很完美，但是食神依旧非常淡定。到时候就算警方找到了那具尸体，自己也已经被判了刑，只要自己不要求上诉，案件就彻底完美结束。这场友谊之间的对决，食神已经胜利了。汤川说，如此天才的头脑却用在了这种事情上。汤川至此都想不明白，一个数学天才会不顾一切的选择去保护那对母女，但这就是食神一直埋藏心里的秘密。有一天，食神当时已经对人生感到彻底绝望，就在他准备倒挂时，门铃突然响了起来，一对母女找上了他。すみません。隣に引っ越してきた花子と申します。新搬来的母女给他送上了热热的点心，
他们的淳朴热情让石神感到生活还有些许眷念，并且深深感动了他。之后的每一天，他都来镜子的门店买便当，日复一日，也对生活产生了希望。这时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欣慰，也希望他们不要有罪恶感，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才有意义。不过最后没想到镜子小姐却要跑来自首。石上さん、どうして私なんてあなたをどうして石見さんどうされたんですか？ごめんなさい、ごめんなさい。何を言ってるんだ、何を。私たちだけが幸せになるなんてそんなの無理です。私も償います。镜子小姐表示也愿意接受惩罚。此刻石神彻底崩溃了。春雨不眠，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叶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颜，秋来春去红尘中，谁在宿命里安排？